用手工来刻呢，然后把他的精神刻在里面。不管是手工雕还是用机器雕，能够让更多人看得到，它就不会消失。看到这个藤条这个东西，有点恐怖。现在我们做这种藤的行业的师傅，老的老，走的走，这么的粗，我就不要我孩子去学，真的很辛苦。Now you have one short end and one long end, right? The long end, just make sure that it goes under the short end. 这4个年轻人原本互不相识，让他们聚在一起的是一门面临失传的古老手艺——藤编。陈燕云是一名视觉艺术家，以炭笔绘画和装置艺术闻名。他的作品总是热衷于探讨文化创伤。这一次，他把目光投向了藤。我的艺术作品很多都是关于家庭的故事。2、3年前就开始说想讲一个关于小时候被打被骂的这种记忆，跟这个藤条这个的关系，想谈多一点，要多一点研究。为了创作有关藤的作品，燕云四处寻找藤编高手。就这样，在社交媒体上认识了黄思颖。思颖9年前向藤制家具业者学习藤编手艺，如今她能以一根根纤细的编织法，教大家编织出许多新花样。This one is like a basic pattern that we already have. So if you change it, then how will it look like? 我小的作品可能会是这种 AirPods， 就编织它的身体变成一个壳，然后我也有编织这个笔的 holder。茶壶会比较烫，所以用藤绑的时候会保护你的手。那单车的把手的话，是因为要给它有一个比较容易 grip。因为燕云是一个比较 famous 的 artist 嘛，在我们新加坡。那他找我的时候，我就比较惊讶。跟我同年龄的人对藤有兴趣没有很多，所以燕云那时候想要学藤编的时候，我也感到很激动，就比较开心。再次接触到藤这种材质，让燕云回忆起童年对藤2种完全不同的身体记忆。我发现到自己虽然了解藤的家具，还有藤条这个东西，可是并没有把它拼起来，说这个同样的一个植物来的，一个是舒适的感觉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疼痛的感觉。过去藤制品普遍存在于家家户户，小到日用品，大到家具，经久耐用。这2张超过70年的藤木椅，从燕云懂事开始就一直陪伴着他。时间久了，即使每天看见，也容易被人忽略。因为这个椅子是当时祖母在用，然后就传给了我妈妈，然后传给了我。就小的时候就看着这张椅子，长大之后呢，才发觉到说是嫁妆。通过这个椅子呢，我就了解到祖母她当时的处境，所以看到这个椅子的时候，是一种可以讨论家庭的故事的一个机会。同样承载着记忆的，还有手雕黑金招牌。这栋位于如切的小洋房，是木刻家谢翰林和书法家杨昌泰的工作室，也是这对老搭档的家。一个写字，一个雕刻，他们合作了30多年。手雕黑金招牌最兴盛的时期是上世纪60、70年代。
华人的店总要有一个金字招牌，如果你的招牌刻得好，会带动你的生意。表示一个信誉，做一个招牌，最起码我们都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手雕黑金招牌工序繁琐，每一步都需要反复推敲、精细打磨。在雕刻前，杨昌泰会先把字写好。先呢，要确定了它要放在哪里，这个尺寸大小要怎么样，就照原大来写。照原大来写，也要写几张啊，有时候写的不好。然后才来贴上去来刻的。需要把它的线条给刻出来。第2个步骤呢，就是打磨。磨了好以后，我们把那个选定好的颜色做好，我们才自己慢慢的贴金吧。你必须要贴好几片，一直到完成。然而，这门手艺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如今，能手工雕刻黑金招牌的人已寥寥无几。燕云的工作室收藏了不少藤制家具，多数是他捡回来的。那些老藤椅呢，很多都是其他人不要了，就放在网上面。这2张都是朋友家里的椅子，然后已经破了，然后他们知道我在用藤做艺术品，所以就把它带过来了。他虽然能做简单的修补，但要修好祖母留下的这张椅子，还是太难了。它是代表家里的东西嘛，所以就情感价值很高，所以觉得不想把它扔了。像这种精细的编织，他只能请专家帮忙。曾美丽是本地少数懂得修补藤制品的店家，老店已营业78年，老板曾焕书是第2代传人。以为好像这边已经松了，因为久了。可以啊，整个做，这个能够做的话啦，会修理的，真的是现在是剩下我自己。现在本身来讲啊，都是修理的多，卖的比较少。很多是要保留着纪念性的东西，多过于用。曾焕书14岁开始学习藤编，至今已有63年。他见证了藤制品从日用品变成怀旧物品。大概是723年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1990年，在本地还很多，每个都是做很好的生意。现在我们的成本是贵，所以每个人在经济方面来考虑，都是买那些木的东西。因为现在我们做这种行业的师傅，老的老，走的走，没有学徒。我这年纪也不小了嘛，我这种工作就是消磨时间，我做到不能够再做就收，总有一天会那个嘛停下来的嘛，你不要去想太多。这家在3巴旺的家具店卖的也是藤制品，但氛围截然不同。老板胡基全40多年前从学徒做起，切身体会到藤编是一门苦差事。你要熬，要出力，脚也要出，手也要出，而且还很长，哇，真的很辛苦，不可以。他
他当年做学徒时用的工具还一直收在店里。用脚哦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被白蚂蚁吃到完了。这个这样久了，这个比较久了，不做了啦，太辛苦了。于是胡基全回到新加坡找机会，刚好碰上1980年代政府大举新建组屋，家具需求水涨船高，他顺势做起藤制家具批发生意。一天我可以卖到100多套的家私，书法而已嘞，哇，生意很好，想不到啊，真的是好的不得了。胡基全看准契机，在印度尼西亚锦里问设立工厂，把藤编生产都转到那边。那个时候就说印尼的人工太多了，工资太便宜了，他们天生啊是手工艺的这个专家来的，因为家家户户在做藤。近年来，新加坡藤编市场趋向饱和，销量跌至不到高峰时期的20%。孩子看到这个问题的话，他跟我讲，新加坡市场太小了，做出口啊，原件，对，很好。手工牌匾雕刻已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过去采用黑金招牌的多数是传统老字号，如今牛车水一带还能见到不少谢汉林和杨昌泰制作的手雕黑金招牌。这间潮流咖啡店也看上了他们的手艺。通常在开店之前都会看周围的环境啊，然后带进那个设计里面。黑金的招牌就是很传统的东西，所以就因为要带那个传统艺术文化跟那个咖啡文化一起融合。现在这个史密斯街的星巴克变成一个打卡点，那个招牌就是其中一个很亮点的因素。现在2位大师每年制作的黑金招牌只有1-2件。半退休的他们把更多心力投入每周的书法和木雕课堂。一刀这样敲，慢慢敲了，记得平的在里面，斜的在外面。如果你要马上快快的完成，那你当然就是很马虎的做嘛。如果慢慢观察，他们真的很有心学，那我全力以赴，1毛钱都不付。好多人想学，这个是艺术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发扬啊。我们用这张的你看这样的比较好看嘛。每一个人的书法都有他们自己的风格。如果我们用手工来刻呢，必须要把他的精神刻在里面，这是很困难的。机器雕刻是比较快一点，而且更廉价。43岁的曾凯峰原本是雕塑艺术家，得过青年艺术奖。他10年前开店制作木家具，没想到最终为他打开市场的却是个性化木质牌匾。做牌匾的感觉好像在画油画这样，我真的是蛮喜欢制作的那个过程。从纹样、印章到特殊图案设计，凯峰会按照客户的喜好为他们量身定制。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这间榴莲店的招牌。我就想走比较新潮的路线，就设计了2个榴莲放在下面。虽然是榴莲店，我们想保留一些传统啦。那比较顶尖的猫山王呢，我们也称它为黑金嘛，所以刚刚好就是黑金榴莲，黑金榴莲，那个招牌也是黑跟金哦，就是有这样的意头啦。Hello brother，long time no see。老实讲，做了这个招牌过后，我觉得好像比较旺，带来一些比较旺气这样。要推广黑金的话，不可能就是一直照着旧的方式来做嘛，你一定要符合现在的要求。不管是手工雕还是用机器雕，只要黑金牌匾能够让更多人看得到，它就不会消失。
年轻的家庭，他们通常就是通过 Instagram 找到我们的。个性化木质牌匾正受到年轻家庭青睐。最初有人邢凯峰为自家门口雕刻黑金牌匾，他将作品分享到社交媒体后，意外带动了一股新潮流。因为政府组屋嘛，每个大门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回家就看到这个牌匾，它有一个归属感。通常就是邻家成家啦，但是最近也就是开始会比较有一些有趣的要求啊，好像成家立业，那我们是用姓陈的陈啊。这个顾客他是姓吴的，所以他就雕了无忧无虑。传统上只有大户人家才会制作匾额，如今机器雕刻牌匾造价亲民，普通家庭也能定制独一无二的牌匾。你好。我们的牌匾其实是有用传统的鲁班尺来量尺那个尺寸，也选了吉日，希望这所有的安排可以让我们顺利、平安、喜乐。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字无忧无虑？其实是我们两位的姓，我姓吴，他也姓吴。我这个招牌是希望我们每次进到这个家门，我看到这个字无忧无虑，我是希望我们每次要记住安心、放松。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传统的东西弄得好玩一些，才比较多人会想要订购这些牌匾。这样的话，这个传统的手艺才能维持下去。虽然手雕黑金招牌不再吃香，杨昌泰和谢汉林仍相信有人会欣赏，因此不轻言退休。每一样行业都一样，如果你只是兴趣的话，那还可以坚持下去。如果你是说要生活的话，很多人都放弃。手工的东西呢，它有味道，是不能代替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有人偏爱复古味儿。去年，燕云、思颖和同道中人前往印尼，深入加里曼丹的古老村落学习藤编，在那里生活了1个星期。想去了解它的原产地，就跟他们生活，然后就进去那个森林里面找藤，然后就学会怎样把它摘下来，把它的那些钩啦处理掉，然后怎样清洗，怎样剪，然后怎样编。在这趟旅程中，燕云第一次见到野生的藤，它的生长环境为他策划藤主题的展览提供了灵感。编制藤的时候也需要水，来把它做得比较容易编制。可是太多水的话，它会泡烂。那跟养育还有成长之中这个体罚这个东西呢，蛮相似的。就这样，燕云和工作伙伴林伟静一起，把藤从原始森林带进了滨海艺术中心的地下步行道。I think I wanted a very immersive experience in which someone can forget a lot about the traumas or the memories that they have of caning. They can think about what of the past and then think about it from a different manner. 有一些人就跟我说，他们终于可以谈出自己的经验，然后对藤条的关系还有记忆，有一种怀念的感觉，也有一种疗愈的感觉。哎，你爬上去了吧？这么的粗啊！哇，这个重。OK， 这个是小孩子哦，2、3岁小孩子坐在里面吃饭。OK， 翻过来的话，是妈妈做的。胡鸿辉在父亲的工厂长大，藤伴随他走过童年。货仓里还保留着许多旧物品，那些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坐的在这边。
接手本地业务后，鸿辉始终相信藤制品行业不会消失。这个藤也是要会欣赏才能够配搭，才能够看起来整个家好看的。我觉得藤呢，这个生意它是永远不会死掉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家里都一定会有家具，只是不同材料而已。藤制品虽然不如从前普遍，但他们却巧妙地将藤制成精致的生活小用品。可能把它做成耳环吧。双钱节用途 is endless， 你有时候可以放的是 bracelet 还是耳环。It's a pin with the Chinese knot. 我做了2个小装饰，可以挂在我的手机上，还有这边有多一个。如果多把自己的作品放在网上，多让人接触，然后会让大家 look at 藤 in a new way， 他们也会对藤多感兴趣，有更深的了解跟欣赏。